我调查到，那个老人家家里就有一个儿子，但也已经失踪多年。他是自己一个人从金陵赶到这里来的。金陵？那不是曾经前朝的古都吗？你还知道什么其他的事情吗？没有了，暂时就只有这些。到目前为止也不过是2天的时间，韩彦白手下的人仅仅调查到了这些，但韩彦白依旧不放心，因为这个老人家出现太过于离奇了。京城那么多户人家，为什么他偏偏选中了在侯府闹事？这不得不让韩彦白的心中多加防备。走在街上，春桃好奇地询问走在前面的娄七七：夫人，怎么今日出来是要做什么的？寻找华神医。夫人，依照您现在的法子，就算是在大街上找个3天3夜，也不一定能找到华神医啊。既然您这么想要帮程嬷嬷看好她的病，那为什么不找世子帮忙呢？世子见多识广，而且手下的人个个人才辈出，说不定世子有办法帮夫人找到华神医。娄七七摇摇头，但就是因为春桃的提醒，娄七七突然想起来自己可以去找唐毅帮忙。玉春楼也就是现在韩彦白所在的酒楼。玉春楼明面上是一家酒楼，但是里面不单只卖一些吃食，还有一些长相秀丽的角儿和模样俊俏的男子载歌载舞。夫人，咱们真的要来这种地方吗？要是让世子知道了，定会找夫人的麻烦的。自然，来都来了，当然要进去坐坐了。店小二见娄七七出手阔绰，笑脸嘻嘻的就领着娄七七和春桃上了2楼。麻烦你帮我把唐毅叫过来，就说他的好友来访。娄七七却不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早就已经落到了韩彦白的眼里。韩彦白今日来原本是跟几位大臣在这里商谈要事，送走那些大臣，韩彦白还没来得及离开，就看到了熟悉的人。娄七七带着丫鬟大摇大摆地走进了玉春楼，一直跟在韩彦白身后的墨竹自然也看到了娄七七。世子，我们现在还要离开吗？不急。韩彦白包厢开着一扇窗子，恰好可以将这边的动静事无巨细的全部看在眼里。店小二出去以后，不一会儿的功夫，唐毅就朝着这边走了过来。世子，可要让小二上些吃食上来。你饿了便去要些吃食上来。唐毅听小二说有一位他的朋友来找他，而且还是个姑娘家，他迟疑了一下，便想起很有可能是娄七七过来了。来到小二说的包厢，敲敲门进去，果不其然，便看到了娄七七坐在里面。唐毅，你来啦，快坐快坐。你今日找我来，可是有要紧的事情？若非不是事态紧急，七七应当不会来玉春楼找我。你之前可是说过的，要是我遇到什么麻烦，都可以过来找你。这话还算不算数？自然是算数的。哎呀，我就知道，你这个朋友我没有交错。我眼下真的遇到一个难题，想要拜托你。我知道你在玉春楼，平常可以认识到很多各种各样的人。那你有没有听说过华神医？你可是身子不舒服？你放心啊，不是我生病，是我府上的一个老嬷嬷生病了。我看她有些可怜，便想着帮她治好。但我请了不少大夫，京城里的这些大夫都说只有华神医能够治好她。那既然我知道有人可以治她，自然是不能见死不救的啊。我的确也听说过华神医，而且听说他经常四处游历，想要找到他只能靠缘分。不过既然你请我帮忙，我自会帮你多多留意，有了华神医的消息便会通知你。那真是太谢谢你了。此时对面的包厢里，韩彦白就仿佛像是被人定住了一般，目光沉沉的一直锁定对面的包厢。然而这已经过去了2盏茶的时间，唐毅依旧没有从包厢里出来。世子，这些菜都凉了，要不要小二端下去热一热？话并没有得到回应。最先从里面走出来的就是娄七七，她一脸的笑意，就像是个得了糖的孩子，毫不吝啬自己的笑容。
紧跟在娄七七身后的就是唐毅。娄七七回头时没看路，脚下不小心被门槛绊了一跤。跟在他身后的唐毅眼疾手快扶住了他，这一幕恰好落在了韩彦白眼中。一瞬间，包厢里的气温更低沉了。眼看着夫人和那唐毅两人有说有笑的走远了，自家主子依旧如老僧入定一般一动不动。去，把人请到包厢来。世子是去请夫人过来，还是请唐毅过来？去把娄七七给我请回来。他不是喜欢在这里吃饭吗？那便留下来陪他好好吃一顿。夫人，夫人，您等一等。墨竹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夫人，世子在里面包了一个包厢，想请你进去吃饭，正等着你呢。你要不要跟小的进去一趟？我去，难不成我逛玉春楼被韩彦白知道了？这男人是故意过来逮我的。那你前面带路吧。见娄七七进来，坐。哎，你还没有吃过中饭吗？那你吃吧，我在这里等着你。我刚刚已经吃过了。来玉春楼是做什么的？世子，你来玉春楼又是做什么的？我可听说这玉春楼的姑娘一个个如花似水，莫非有你喜欢的？娄七七，你似乎忘了自己是什么身份。我自然清楚这一点，不用世子提醒。世子还有什么话要问吗？没有的话，我就先回府了。刚刚我已经吃过了。韩彦白面色阴冷，眼底仿佛要凝结成一层寒冰。我说过你可以走了吗？娄七七站起身来，双手环胸。你的确没说让我走，但腿长在我身上，我想要去哪里就去哪里，你还管不着那么多。世子既然来了，就好好享受这里的美味佳肴吧。说完，娄七七头也不回，便准备转身离开。与此同时，忍不住在心里面咒骂起韩彦白。哼，什么狗男人，你能来这玉春楼找姑娘，我就不能来这里吃顿饭了吗？我这男人都是一个德行，面上不敢说，我就在心里骂了，行了吧？见娄七七从包厢里出来，春桃不敢有任何的耽搁，连忙跟了上去。墨竹进包厢时，韩彦白的脸色阴沉如墨。你去调查一下，最近娄七七到底在做什么？给你1天时间，必须调查清楚。娄七七和韩彦白两个人在玉春楼大吵一架的消息，很快便传到了柳廷彦的耳中。柳廷彦悠闲地喝着花茶。既然这样，那本太子妃不介意替他们两人添上一把火，去办吧。记住，做事的时候做得干净利落些，不要让其他人知道。夫人，你要不要和世子去解释清楚？我听墨竹的话，世子好像误会了些什么。哎，你跟墨竹关系很好吗？你们两个私下经常交流？春桃的脸颊一红，连忙摆手否认。没有，就是偶尔在府上遇到了会点头说句话而已。没关系，关系好就关系好，我也不会多说什么。不过有一点你得记住，有些话可是不能随随便便在外面说的。但是你可以从墨竹那里多打听些消息过来。夫人，春桃明白了。一连在府上等了4日，娄七七终于等到了唐毅那边的消息。来传话的是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小乞丐，那人口口声声说是玉春楼的唐毅让他来传信的，手里只有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一串地址。嗨，可唐毅做的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，唐毅为什么不亲自过来送信啊？还派一个小乞丐神神秘秘的。还有这上面的地点并不是玉春楼，而是一个叫做聚香楼的酒楼。这家酒楼在京城倒也是数1数2的大酒楼。到了聚香楼，夫人，我们现在不进去吗？我们先在大堂坐一会儿，唐毅还没过来，等唐毅来了以后再进包厢。这位夫人想要点些什么？先上2壶好茶吧。罚死你！
你这个臭不要脸的！还没等楼七七反应过来，后面已经有2个女人撕扯起来，打的那叫一个热火朝天呢。掌柜的，你们就这样允许他们在这里胡闹吗？这位夫人，抱歉了，这件事啊是我们处理不力，让您和家里的丫鬟受了波及。这样，我们给您开一间包厢，让您整理整理衣服，怎么样啊？那就麻烦掌柜给我们开一间包厢吧。推开一间包厢的门，这位夫人，实在是抱歉，这间包厢是空着的，您便在里面收拾一下吧。有什么需要啊，都可以直接找我，或者是店里的伙计。去准备一些冰块过来。告诉上面的人，事情已经办成了。此时的包厢里，夫人您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夫人，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包厢里的味道和刚才包厢里的味道有些不太一样？不知这是点的什么香？什么香？味道还挺好闻的，夫人可喜欢？味道还可以，不过我不喜欢熏香。不一会儿，就有店小二端着冰块走进来，还顺便给春桃拿来了一身新的衣服。只是刚刚站起来，楼七七就一阵头晕目眩。他轻轻晃了晃沉甸甸的脑袋，继续往刚才的包厢走去。推开包厢，却见里面依旧空无一人。正当楼七七准备转身离开时，身后突然有一股莫名的力量推了他一把。楼七七身子一歪，便直直地朝着屋里扑了进去。好在他及时反应过来，扶住了不远处的茶桌，这才没有摔倒在地上。等楼七七再回头时，却发现身后跟进了2个壮汉。那2个男人长得5大3粗，脸上的表情格外狰狞恐怖，看着他的那双眼睛，就仿佛像是饿狼盯上了肉一般。楼七七顿时惊呼一声不好。哎呀，完了，我这是中计了！到底是谁对我使的手段？千万不要让我知道，不然我绝对饶不了那个人。楼七七这样想着，那2个5大3粗的男人则一步一步朝着楼七七靠近。小娘子是不是久等了啊？快点来爷这里，让爷好好疼疼您。你们最好不要过来，不然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。小美人儿，你打算对爷2个怎么不客气？尽管过来吧，爷们儿最喜欢像你这样的小辣椒了，看着这口味。我呸！说是谁派你们2个来的？什么谁派我们来的？小娘子，不是你约我们在这里幽会的吗？我这里可还有你的字条呢，你这是打算不认账了？什么纸条？我怎么不清楚？你拿出来让我看看，我才能确定是不是我写给你们的。小娘子是想看那张纸条吗？在我身上，小娘子要不要过来摸一摸？唐公子，你怎么还在这里？你不是去见我家夫人了吗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今日并没有约见你家夫人。哎呀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跟紧带路，现在就去找你家夫人。韩彦白这边正和人饮酒谈事情，出去一趟回来的墨竹突然压低了声音，在韩彦白的耳侧小心说了些什么。王大人，抱歉，我突然有些急事要处理，今天咱们就先到这儿吧。韩彦白就急匆匆地出了包厢。你说什么？再把刚才的话说一遍。刚才聚香楼的掌柜来传了信，说夫人幽会别的男子，特意过来告诉世子的。韩彦白的脸色阴沉至极，全身上下都往外散发着冷气，脚步不由得加快了。世子，我们现在去哪儿？去聚香楼。男人的面色阴沉恐怖，直接踏上马车，招呼一声，便让车夫朝着聚香楼赶去。不一会儿的功夫就赶到了聚香楼。此时此刻，楼七七已经和那2个男人扭打了起来。楼七七一边四处躲闪着2个男人的追击，一边朝2个男人扔去茶杯。与此同时，他的身子开始变得很不舒服，身体有一些不正常的发热，而且身体变得越发的软绵，
娄七七顿时想起来刚才在另一个房间所闻到的香料味儿，看来这些人是做了双重的准备。娄七七身子越来越飘忽了，这次她是真的急了。系统，我现在需要一包蒙汗药。就在那两个男人准备对娄七七出手时，娄七七手里的蒙汗药突然朝着两人洒了过去。小贱人，你朝着我们撒的东西是什么？我看你是不想活了吧？然而那人的声音刚刚落地，整个人也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。另外一个人没有反应过来，也紧随其后倒在了地上。哎呦，好险！刚才险些就让他们得逞了啊！这两个男人力气极大。哼，到底是谁在背后做的这些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娄七七蹲下身子，开始在两个人的身上四处翻找，最后娄七七直接咬牙切齿地将两个男人给五花大绑。此时此刻，聚香楼的楼下，韩燕白和唐毅两人同时赶到了。你来这里做什么？我来自然是有重要的事，但这事儿不方便和世子说。哼，你来找本世子的世子夫人，竟然还不方便与本世子说？你们真当本世子是死的不成？世子恐怕误会了，我和世子夫人商谈的确是要事。就是你派人给我传的信？是我派人通知的事。我也是看到世子夫人有点奇怪，才想着。少废话，在哪个包厢？现在就给我带路。娄七七在里面吗？韩燕白走过来，便看到唐毅站在门口，男人直接上前去，一脚踹开了包厢的门。刚好这时娄七七也走过来，砰的一声，门在娄七七的面前打开了。你们两个怎么过来的？韩燕白的眉头紧皱着，往包厢里看了一眼，紧接着他便看到了两个被五花大绑的男人。你下去吧，这里没你的事。哎，这个掌柜的暂时还不能下去，我有一些话想要好好问问掌柜的。你们两个先进来，掌柜的也跟着进来。既然我夫人让你留下，那肯定是有重要的事要和你说。掌柜的顿时就不敢走了，刚刚的那两个男人被娄七七五花大绑的扔在地上。掌柜的，给我解释解释，我的包厢里为什么会突然出现两个陌生男人？还有，刚才我的房间为什么会突然被上了锁？今天掌柜的要是不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，那我定然是不会走的。听到这些，掌柜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直接跪在了地上。世子夫人，您误会了，我真不知道您也在这个屋子里呀。这个包厢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订出去，但我刚才听小二说这个包厢里进了，我这才让人把这个包厢的门给锁上了。世子夫人饶命啊！世子夫人饶命！我要是真知道世子夫人也在这个包厢里，定然是不会锁门啊！在本世子面前还不说实话！世子夫人饶命啊！我真的不知晓，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？刚刚楼下有两个妇人打架，不小心弄脏了夫人的衣服，我这才替夫人找了个包厢。可我带着夫人来的，根本就不是这个包厢，而是另外一个包厢啊！说娄七七在这里和别人私会，现在又胡乱地找出理由说包厢里面进了贼人。这种种互相冲突，韩燕白已经全然看清了。墨竹进来，把人给我带回去，本世子要亲自好好审问。依靠着韩燕白的雷霆手段，肯定能让这掌柜的老老实实的把所有的事儿全部都吐露出来。娄七七不好意思的看了看唐毅，抱歉啊，唐毅，让你白跑了一趟。今日没什么事，我知道玉春楼你肯定还有事要忙，那我便不打扰你了，你还是先回吧。那你有事再来找我。春桃，你醒醒！夫人，你没事吧？都是春桃的错，春桃该一直跟着夫人的。我没事，你赶紧起来，我们回府。男人坐在上首，
墨竹手里拿着一个鞭子，挥得他大汗直流。询问了半天，这两人依旧是什么也不肯说。世子，这两人只说有个小乞丐给了他们一个地址，说那里有女人等着他们，他们就去了。至于这背后的人是谁，他们并不清楚。去把聚香楼的掌柜给我叫回来。然而当墨竹再去提审聚香楼的掌柜时，却发现聚香楼的掌柜早就已经咽了气。然而此时的太子府上，你说什么？这次的计划竟然没有成功，刘掌柜竟然还被抓走了。丫鬟兰芝跪在了太子妃跟前。是娄七七不知怎么的，竟然将那两个男人给迷晕，然后撑到韩彦白赶过去，计划就这样失败了。为什么娄七七会有这么好的运气？太子妃你先别急，这次计划不成，我们再准备下一次，总有娄七七躲不过去的时候。派人继续盯着娄七七和韩彦白两人的一举一动，有什么动静及时和我汇报。凶手查的怎么样了？刘掌柜服毒自尽了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线索。这刘掌柜竟然服毒自尽了，那我今天这份委屈又白受了。你不用着急，这件事情我迟早会调查清楚，还你一个真相。没事，慢慢来吧。哼，不过我觉得这件事十有八九就是柳廷燕做的。娄七七心里的这句话自然而然地落到了韩彦白的耳中，他眉头不禁紧皱，他还是有些不愿相信这件事情竟然是柳廷燕做的。那些人没有得手，说不定还会有下一步行动。心里面想的却是，你最近这几天给我老老实实在府上待着，不要总想着出去找唐毅，这样也就不会出现那么多的破事儿了。你放心吧，最近这段时间我是不会随意外出的。不能出门，那寻找华神医的事可怎么办呢？难不成只能听天由命了吗？希望唐毅能给点力，尽快帮我把神医找出来。韩彦白深深的目光凝视着娄七七。你身体可有不舒服的地方？没什么不舒服的，就是稍微有些头疼。如果我们能尽快找到凶手，可能就不疼了。今天晚上我在你这里休息。你在我这里休息？你在我这里休息做什么？回你自己的院子不行吗？这男人什么意思？难不成是想和老娘圆房了？大妹，这绝对不行！当韩彦白听到娄七七这一通拒绝的话，那张俊脸上的神色一点点的黑了下来。他眉头紧拧，不悦的紧盯着娄七七。怎么，你不想我在你这里留宿？不行，你不能在这里休息。我晚上睡觉有怪癖，容易打呼磨牙，会打扰到你休息。你明日不是还要上朝吗？哎呀，我就不留你了。韩彦白的脸色越发的不好看了，他反手一把捏住了娄七七的手腕。娄七七，你是不是有什么秘密瞒着本世子？没有，我没有什么秘密。有的也已经告诉你了。韩彦白脸色越发的阴沉，头也不回的转身离开了。然而这边不知在床上翻来覆去几息，韩彦白终于忍不住翻身坐起来，对着黑夜突然召唤了一声：九山。九山是韩彦白的暗卫，一直隐藏在黑暗之中。一身黑衣的九山出现，直接跪在了韩彦白的脚边。世子，您有什么吩咐？这段时间你潜伏到娄七七身边，时时刻刻监视着娄七七的一举一动，他要是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，记得及时告诉本世子。世子，九山不能离开您的身边。你只要记住，我还是你的主子就行，让你去娄七七身边也是为了保护我。记住我的吩咐，不要被他发现。然而黑夜之中，一抹黑衣的九山就仿佛像是一道风一样潜伏进了娄七七的院子。你准备，跟我去郊外的庄子上一趟。然后这边我们现在就去京郊一趟，亲自拜访华神医。夫人，那这件事情可要告诉世子一声。你去帮我跟世子说一声，就说我最近身子不舒服，想出去散散心。你怎么过来了？是夫人有什么事情吗？是夫人让我过来给世子传几句话的。书房里，韩彦白听到外面两人的对话，低沉磁性的声音在书房里传了出来。进来吧。世子，夫人说最近身子有些不舒服，想出去散心几日，近几日就不在府上了。身子不舒服？夫人哪里不舒服？
夫人说这2日头有一些晕，做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，所以才想着出去转转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你回去吧。你回去告诉夫人一声，这次去京郊休养，本世子陪着她一起。正好府上在京郊有一处庄子，本世子会提前派人打点妥当。再次朝着韩燕白微微俯身，这才转身出去。怎么样？他答应了吗？世子已经答应了，只是什么？刚才世子说担心夫人的身体，所以准备和您一起前去京郊的庄子，并且说已经打点好了，只等2日后出发。娄七七瞬间就从板凳上站了起来，一脸莫名其妙的道：韩燕白最近很清闲吗？为什么要跟我一起去？春桃有一些看不懂了，为什么世子答应要陪夫人一起出去，夫人会不高兴呢？夫人，世子也是担心您的身体，这是好事。韩燕白这个男人，只要是做了决定，就不会轻而易举的改变。这边娄七七和韩燕白2人准备去京郊的消息，不知怎么就传到了柳廷彦的耳里。柳廷彦的心中愤怒不已，憋气憋得脸通红。真不知道娄七七那个小贱人到底是使用了什么招数，竟然让韩燕白放下朝廷里的事情，带着他去京郊。娄七七和韩燕白现在感情真好，韩燕白都甘心为了娄七七请假带她出游，看来这2人并不像传闻中所说的感情不和。太子，咱们也有段时间没有出京逛逛了，不如趁着这个时间也出去逛一逛。最近外面的景致还是很不错的。廷燕啊，最近姑的事务实在是繁忙，抽不出时间陪你外出，下次一定补上，绝对不会让你失望。凭什么娄七七使用手段嫁给了韩燕白就能得到这样的宠爱，而我嫁给了太子只能被冷落？听说过2日韩燕白要带着娄七七去京郊的庄子上玩2天，你带人想办法让娄七七有去无回。转眼就到了去庄子的日子，娄七七突然有一些犹豫了，自己要不要找个理由先不去呢？然后改日再偷偷的溜出去，自己去找华神医。夫人，咱们该出发了，世子已经准备好了马车，在外面等着。夫人，娄七七被春桃的声音叫回了思绪，这才缓缓地转过身来，无奈的叹气。走吧。你要是有公事要忙，不一定要陪我一起去，反正京郊那边的庄子都已经打点好了，我自己过去就可以了。无碍，既然夫人身子不舒服，我作为夫君自然要好好的陪同着，这个时候怎么能缺席？自从穿越到了这个鬼地方，娄七七还没有离开过京城呢。哇，没想到京郊的景色也是不错嘛。早知如此，我早该出来玩一玩的。你总是看我做什么？难不成韩燕白终于发现我长得漂亮了？我听说你最近身子有些不舒服。我什么时候不舒服了？我自己怎么不知道？我最近是身子有些不舒服，我最近这记性有些不太好，而且还有一些嗜睡，没胃口，不过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。既然这样，正好这次去京郊，我去拜望一下华神医，让华神医亲自过来帮你瞧一瞧。他怎么也知道华神医？华神医算是我父亲的故交，小时候我见过他几面，看在我父亲的关系上，他应该愿意出面。好啊，那就辛苦你了。可我看你这个样子也不像是生病的呀。马车晃晃悠悠地往前走着，很快就到了郊外的庄子上。这处庄子是侯府的，因着韩燕白都已经提前交代过，他们的马车到时就已经有庄子上的佣人在外面等着了。我要不要直接在这里住下来呢？怎么了？还有事？你是不是忘记要请华神医过来了？等我忙完手里的工作再去拜访华神医，你再等等。再等等，你老婆的命就没了。
真是辛苦世子了。那你记得忙完可一定要去寻那华神医啊。我怕我支撑不到华神医赶过来呀。这个夫人不用担心，庄子上也有大夫，夫人要是身子不舒服的话，可以随时传唤他们。我知道了，那我就不打扰你处理公务了。他把小丫鬟春桃叫了过来。春桃，你去和庄子上的小丫鬟打听打听，问问这附近有什么地方好玩的，咱们趁着这个机会出去逛一逛。回来后，夫人，我已经将周围好玩的地方都打听清楚了。我听庄子上的小丫鬟说，咱们庄子后面就有一片小小的温泉，后山上有一片花海，溪边的水也很清澈。温泉呢？好久没有体会过泡温泉的感觉了啊！正好这几天天气渐渐转凉，要是能舒舒服服的泡个温泉，那真是不要太美啊！自己带着春桃去了温泉，褪去身上繁重的衣服，娄七七穿着一身轻便的纱衣，伸出脚尖轻试了一下温泉水的温度，刚刚好。娄七七毫不犹豫的直接踩了进去。春桃，你要不要下来和我一起泡一泡？泡一泡温泉真的很舒服，晚上也有助于睡眠。春桃在岸上伺候夫人就好啊。既然这样的话，那你去准备一些甜酒，还有一些水果拼盘过来。我这就去。娄七七这边格外享受躺在温泉里，眼睛眯了起来。不一会儿的功夫，春桃就端着一个托盘走了过来。韩燕白竖起一根手指放在唇边，示意春桃不要多话。他则是直接接过了春桃手里的托盘，大步朝着温泉里面走了进去。娄七七此刻正在闭目养神，突然听到身后传来的动静，他猛地在水里浮出水面，双臂挥动之间带起了水花，溅湿了他红润的小脸。春桃，你回来了，快给我倒上一杯小酒。话还没说完，就直接看到了矗立在岸边的男人，顿时脸色更加爆红。猛地反应过来什么，娄七七迅速地转过身，恼羞地结结巴巴质问：你怎么会是你？春桃呢？春桃怎么没有进来？一抹春光在眼前划过，韩燕白的心情那是莫名的愉悦。他将手里的托盘随意地放在地上。我让春桃先回去了。那你现在把东西放在这儿就可以走了。夫人能在这里泡温泉，难道我这个主人不能在这里泡温泉吗？他一个转身，你要和我一起泡温泉？这男人该不会是想趁机吃我豆腐吧？听到了娄七七心里的这么一句话，他们两人本来就是夫妻，就算是同床共枕都没什么，现在也只不过是泡一个温泉，那又怎么了？韩燕白的心中莫名升起了一种叛逆的情绪，他直接解开了腰带。他这样，娄七七那是真的紧张了起来，缩到了温泉的一个角落。你要是下水，离我远一点，我不喜欢和别人靠得太近。刚好我也不喜欢和别人挨得太近。最后，韩燕白在娄七七的注视下，脱得只剩下里衣，抬起脚便进了温泉。你就这样下水了？那一会儿谁给你拿换洗的衣服？娄七七，我们两个谈谈心怎么样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有些听不懂。说说吧，你为什么一定要找华神医？你只有将真正的原因告诉我，我才会去拜访华神医，请他过来。你要不要这么过分？你之前明明答应要请华神医过来的。都说古人追崇君子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这个韩燕白就是个伪君子。之前想要请华神医过来，那是因为担心你身体不舒服。不过根据我这几天的观察，发现你身体没有问题。谁说我身体没问题了？你没看见我最近脸色都不太好看吗？是吗？你或许不知道自己现在脸色有多红润。娄七七瞬间伸出双手捂住自己有一些发热的脸颊。那是可能是因为我泡温泉太热了，所以才会这样的。你真的不打算将这件事情告诉我吗？难不成我不比唐毅有用？韩燕白，你该不会是吃醋了吧？所以才这样问我的。我和唐毅之间什么都没有，你可不要胡思乱想。
韩燕白现在倒是相信了，娄七七和唐毅这两人没有什么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只要是知道娄七七遇到了事情，第一个去找的人不是自己，而是唐毅，他心里面就格外的不爽，格外的怪异。泡温泉的时候喝上一点小酒，吃点水果，这简直是太美了呀。不知不觉间，娄七七就喝得有一些多，也就慢慢的忘记了还有韩燕白这个大男人的存在。就在娄七七眼神渐渐变得迷离的时候，他的余光突然之间瞥到了什么。与此同时，系统里面也传来了提示：宿主小心，有蛇出没。娄七七全身的神经都跟着紧绷起来，惊恐地绷直了身体。当他看到水里面正好有一条蛇七扭八扭的朝着他这边过来的时候，娄七七的脸色一瞬间吓得惨白，他完全顾不上自己的形象，也顾不上自己这个时候衣服穿的到底有多么的单薄。尖叫一声，一边朝着韩燕白的方向扑过去，双手双脚缠在了韩燕白的身上。韩燕白，快上来，有蛇，朝这边过来了。此时娄七七的双腿已经发软了，全身的力量都挂在了韩燕白的身上。韩燕白也发现了不对劲，他眸光一闪，变得阴冷肃杀，手里面突然变出了一把尖锐的匕首，猛地就朝着那个游得正欢的蛇抛了过去。还没等娄七七反应过来，那条蛇就被韩燕白的匕首刺中，扭了几下之后就没了气息。你可以下来了。两个人的身体肌肤相贴，甚至感受到了韩燕白身上滚烫的温度。一下子回过神来，娄七七扑通一声落进了水里。娄七七从韩燕白的身上退了下来，脸上的红润却一时半会儿没法退，整个人尴尬无比，忍不住往后退了退，拉开了和男人之间的距离。好大一会儿，娄七七那颗扑通扑通的心都没有平静下来。韩燕白同样也是，男人脸上的神色虽然是冷静淡漠的，但是一丝红晕爬上了他的耳朵。刚才怀里的温柔软意让韩燕白有一些着迷，甚至觉得如果要是能一直这样抱着娄七七好像也不错。就这样想着，两个人都各自占据了温泉的一边，谁也没有开口说话。刚刚温泉里的那一条蛇直接被韩燕白给扔了过去。韩燕白见娄七七脸色依旧红润，还要继续泡着吗？我还想继续泡一会儿，你要是不想泡了就先上岸吧。韩燕白竟然有腹肌，而且还是好几块，真是后悔刚才没有上前摸两把。正准备上岸的韩燕白险些脚下一滑，再次跌回到水里。那个你帮我把春桃叫进来。知道了。便大步往外走。他感觉自己的脚踝处猛地一疼，好像是被什么东西咬住了一样，紧接着他的半条小腿都跟着麻了。韩燕白，蛇！韩燕白听到娄七七的尖叫声，没有任何犹豫，直接跳下了水。他犀利的目光在池子里扫视着，很快就看到在娄七七身边游走着一条绿色的小蛇。他一把抓住了那条蛇的7寸，使劲在旁边的石头上甩了甩，随手就扔了出去。随即男人直接上去抱住了娄七七。你别紧张，别怕，我现在就带你回去找大夫。门外守着的春桃和墨竹，夫人，奴婢可以进来吗？世子，属下可以进来吗？春桃进来，把夫人的衣服拿过去。世子夫人，这是怎么了？春桃去请庄上的大夫，竹墨拿着我的拜帖去请华神医过来。一定要把华神医请过来啊！你放心吧。大步抱着娄七七转身进了自己的院子。快点替夫人看看。大夫颤颤巍巍地凑了过来，先替娄七七检查了一下伤口，脸色也不由自主地变得难看，扑通一声跪在韩燕白的跟前。世子，夫人这是被毒蛇给咬伤的，老夫不会医治这种蛇毒。想也不想，韩燕白低头就朝着娄七七受伤的地方靠了过去。世子，你想做什么？帮你把蛇毒吸出来。你别。男人的唇就已经贴了上去。世子，还是等华神医吧，我还可以再坚持一会儿。
削薄的嘴唇再一次覆盖上去，然后娄七七直接疼得昏了过去。这边墨竹火急火燎地拿着韩彦白给自己的拜帖去请来了华老神医。华神医是个头发花白个子不高的小老头。华神医，我们家主子想请您过去一趟，我们家主子被毒蛇咬伤了，时间来不及。华神医还没来得及问墨竹他家主子到底是谁，墨竹就直接扛上了华神医，大步流星地往庄子飞奔回去。等墨竹带着华神医回到庄子的时候，娄七七已经昏迷有一盏茶的时间了。此时此刻，韩彦白脸上的面色阴沉。世子，老夫真的没本事能救醒夫人，这种蛇毒老夫从来都没有见过，实在是老夫太过于无能了。世子，属下把华神医请来了，属下怕时间来不及，就直接把华神医给扛来了，眼下还是给夫人看病比较要紧。赶紧把华神医放下来。然后被放下来的华神医紧闭着双眼，依靠在桌上，就仿佛像是真的昏迷了一样。华神医，我们已经到地方，你快醒醒啊！韩彦白一个巴掌拍在了墨竹的脑袋上。先道歉。华神医，是我的错，实在是性命攸关，您别和我计较。然而趴在桌上的华神医依旧一动也不动，是韩彦白可以看出来，华神医啊根本就没事儿，那都是装的。还请华神医救一救我夫人，只要是华神医能将我夫人救活，华神医提什么要求我都能答应。听到这句话，刚刚还昏迷不醒的华神医一瞬间就睁开了眼睛，整个人从椅子上弹跳了起来。好小子，这可都是你说的，我可没有逼你。韩彦白现在只想赶紧让娄七七清醒过来。庄子上的那些大夫简直就是庸医，什么都不知道。娄七七又一直昏迷不醒，韩彦白实在是不知道该怎样才能救醒娄七七。病人在哪里啊？此时娄七七还躺在床榻上，手指再次搭在了娄七七的手腕上，替他把了脉。华神医，我夫人的情况怎么样？她的情况很不好，我刚刚检查了，你夫人应该是被一种叫做绿毒蛇咬伤的，毋庸置疑，这毒蛇毒性很强，而且并不多见。按道理来说，这个季节这绿毒蛇不应该出现在你的庄子里。那华神医要怎样才能够救我夫人？你不用担心，虽然这种毒蛇很少见，而且有剧毒，但我也不是没有遇到过。这世上还有什么毒是我解不了的？还没等韩彦白看清楚那是什么东西时，华神医已经将那一枚小药丸塞到了娄七七的嘴里，然后他伸手去倒杯水来。韩彦白就已经先一步倒了一杯温水，把这杯水给他喂下去，我再写一个药方，你让人拿着去抓药，给他喝上几日啊，他身体里的毒素就能够彻底解除了。韩彦白的心里面的大石头这才算是稍稍落了地。去吧，按照上面的药方，把所有的药材全部找齐，熬给他喝。多谢华神医出手相助，今日时间不早了，华神医就先在我的庄子里住下来吧。行，那我就暂时先在你这里住下，我正好好的想一想，和你提什么要求呢？看着春堂将药端了进来，把药放在这儿吧，帮我把墨竹叫起来，你也回去休息。世子，您有什么吩咐？派人去查到底是谁在温泉里放了那2条蛇，抓到以后留活口，我要亲自审问。韩彦白为娄七七喝下一碗药后，娄七七的脸色确实好看了不少，但是在后半夜他又突然发起了高烧。我要回家，回家。他的声音小声抽泣着，像是一个迷了路的孩子。过几日我们就回家。察觉到娄七七的温度不太对，半夜的直接去敲了华神医的房门。这个时候华神医睡得正香呢。华神医，您在不在？我夫人突然发烧，可是因为毒素爆发了。让庄子上的大夫配一碗退热的药就行，只不过是发热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一整夜韩彦白都没有合眼，一直到了破晓黎明，娄七七昏昏沉沉的醒来，便感觉到自己的手被人攥着，他下意识的往回缩了缩，缓缓睁开眼睛的娄七七正好和韩彦白两人四目相对。他看着韩彦白，这还是韩彦白吗？面前这个怪叔叔是谁啊？因为
位此时此刻的韩彦白因为整整一夜没有睡，眼底已经是一片青黑，胡茬也跟着冒了出来。听到娄七七的心里话，韩彦白没忍住，站起身来骂了一句：真是小没良心。昨天是你照顾了我一晚上吗？不然还能有谁？昨天我已经请了化神医替你解了体内的毒，你不用担心，再好好休养几日便不会再有事。关于温泉里突然出现蛇这件事情，我也已经让墨竹去调查了，这几天你就暂时不要去温泉了。我绝对不会再去温泉那边了，你放心吧。你要不要回去休息一下？回哪里去？这里就是我的房间。娄七七四下扫视一眼，这才发现自己现在躺的是韩彦白的床，连忙起身，但是这样一动，顿时就传来了钻心的疼。腿上还有伤呢，乱动什么？难道这条腿也不想要了吗？身体突然悬空，本能的伸出双手，紧紧地缠住了男人的脖子。老老实实在这里待着，没有我的允许哪里也不能去。一会儿我请化神医过来再替你把一次脉，你老老实实的待着。听到华神医的名字，娄七七的眼睛再一次亮了起来。韩彦白好像还是有别的事情要忙，并没有在房间里休息，嘱咐了娄七七一番后，把春桃叫了过来，转身离开了。夫人你怎么样啊？还有没有事？昨天可真是吓死奴婢了，奴婢还以为再也见不到夫人了呢。别，夫人吉人自有天相，怎么可能会有事？娄七七没有回应春桃。夫人，我看世子还是很在乎您的呢。昨天晚上夫人被毒蛇咬了，世子就一直在你身边照顾了一整夜，就连奴婢都没能上前。你觉得韩彦白昨天晚上很担心我？那是自然，奴婢还从来没有见过世子神色那样紧张，想必世子一定是爱惨了夫人。这话实在是太离谱了，太诡异了。娄七七就算是相信母猪能上树，也不相信韩彦白喜欢自己。人醒着呢吗？我进来了。应该是华神医过来了，还好昨天晚上墨竹及时把华神医带了过来，夫人才能够没有危险。那赶紧去把刘嬷嬷叫过来，然后请华神医过来。见过华神医。韩彦白那小子还担心你呢，我看你这也没有什么大事啊。嘿嘿，行了，床上躺着去吧，我先替你把脉。华神医几个手指轻轻地搭在娄七七的脉搏处。没什么事了，再喝几副药就好了。接下来呀，就没老夫什么事了。华神医你等一等，我还有一个不情之请，不知道华神医能不能帮我一下？既然知道是不情之请，那就不要说了，老夫我可是忙得很。华神医是这样的，我身边有一个老嬷嬷，好像得了失忆症，就是曾经一些记得的事情，现在都模糊不清，而且精神还时不时的不正常，不知道您能不能帮这位老嬷嬷看一看？这病我治不了，你去找别人。华神医你别走，我知道你一定能够治得了的，我听说你是最厉害的神医，无所不能，而且能够起死回生，求求你帮我看看这位嬷嬷吧，这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。然而华神医就仿佛是没听见一样。夫人这是怎么了？华神医已经走了吗？华神医还真的是个脾气古怪的老头。没事，你先带刘嬷嬷回去休息吧，等我这边说动了华神医，再带华神医过去。夫人，我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？要是我这病真的治不好的话，那就算了，以后我一定会尽心尽力的在夫人身边照顾，绝对不会有二心。他想要知道的是这位老嬷嬷和韩彦白母亲到底是什么关系。刘嬷嬷您不用担心，我一定会找人治好你的，你就放心吧。这边韩彦白派墨竹去调查，韩彦白的脸色越发的难看，庄子外的风景格外的美。娄七七好久都没有闲情逸致能这样悠闲的欣赏风景了。娄七七发现山脚下的溪水里面竟然有鱼。春桃，你会不会抓鱼？夫人，奴婢不会抓鱼，不过身后的那几个侍卫肯定会。夫人，小的会抓鱼。那你能不能抓几条上来，咱们在岸边烤鱼吃？娄七七时不时的在上面刷上一些蜂蜜，再撒上一些烧烤料，不一会儿啊，香味儿就飘了出来。华神医大摇大摆的走过来，直接站在了娄七七跟前。这鱼给我一条。哎呀，这烤鱼可真是香呢，外皮香酥可口，里面又是软糯鲜美。我可是好久都没有吃过这么香的烤鱼了，我烤的鱼可是天下一绝，你们今天能吃到是你们的福气。一伙人就这样当着华神医的面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。你个丑丫头，是不是忘了我的救命之恩？现在连块烤鱼都不给我吃，
哎，华神医，你少在这里糊弄我！你给我医治蛇毒，韩燕白可是许了你不少好处，那些足够了。今天你要是想吃我的烤鱼，那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你个臭丫头，是想威胁老夫吗？我可没这个意思，你要是不想吃，那就算了，我也没有逼着你一定要答应我呀。世子，夫人今天就去外面转了一圈，半路上偶遇了华神医。那他们两个有没有说什么？两个人没有说什么，就是华神医好像有一些嘴馋夫人烤的鱼。娄七七原先可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家闺秀，什么时候竟然还学会烤鱼了？就在这时，她依稀的闻到有阵阵的香味飘了进来。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？应该不知是谁家在做饭吧。这边娄七七的院子里整整齐齐地支起了2排架子，一个架子上摆着烧烤、牛肉、羊肉、猪骨花、小鸡翅，应有尽有。娄七七旁边的一个小锅里还炸着大鸡腿儿，香味远远地从院子里飘了出去。夫人，您做这么些东西，咱们也吃不完啊，要不要给世子送一些过去？不用，韩燕白肯定不爱吃这些东西。没关系，剩下的东西我自有用处。渐渐的，天色暗了下来，娄七七直接让小丫鬟停下手里的动作，把这些做好的吃食扔进小厨房去。夫人，如果要是不锁门的话，有人进来偷吃怎么办呢？哎呀，没关系，你们听我的就对了。娄七七躺在自己的床榻上，一直听着门外的动静。果不其然，他就听见门外有轻微的声响，悄无声息地出了门，直接去了小厨房。微弱的光，灶台旁边有一个猫着腰的身影。华神医，这些东西好吃吗？回头就看见娄七七笑脸盈盈地站在门口，华神医顿时感觉自己好像掉进了坑里。要求啊，你应该也不想外面的人都知道华神医其实是一个偷吃贼吧？这种事情传出去，对你这个神医的名声也不好，你说是不是？你说吧，想要让我帮你做什么？其实只是一个小小忙而已，就是我之前说的，我身边有一个伺候的嬷嬷，精神有一些不太正常，所以想请神医帮我看一看。今天时候也不早了，嬷嬷这个时候也已经睡下了，等明日华神医再过来。既然这些吃食华神医这么喜欢，那你就带回去好了，反正都是我们吃剩下的。第2日，华神医，就是这位嬷嬷，你帮着看一看吧。您只要是能够帮这位嬷嬷治好，以后我有好吃的还和您分享，怎么样？这些话可是你说的，不是我逼着你这样做的。自然，这些都是我心甘情愿的。行了，别说那么多的废话了，把手伸出来给我看看。刘嬷嬷缓缓地伸出手，放在桌上。华神医将手指搭在了刘嬷嬷的手腕处。神医，情况怎么样？她这种情况有多久了？这位嬷嬷也是最近才来到我身边的，我也是刚刚得知她有这种症状，并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患的病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这种情况伴随着她已经有数十年之久，如果想要彻底的医治好，可能需要不少的时间啊。华神医，你说这病还能治得好，对吗？按照这个药方去开药，先吃上一段时间，你是不是会经常感到头痛？是啊，不过这也已经是老毛病了，虽然有一些头疼，但我也能忍。那就对了，我给你的这副药你先吃，等过段时间头疼的毛病缓解，再来找我把脉。那华神医，我以后要去哪里找你呢？你这是打算说话不算数，刚刚还说以后有好吃的都给我，现在就打算把我给赶走了。那不如华神医跟着我们一起回家吧，我可是会做很多好吃的哦，保管可以让华神医满意。那行吧，老夫就跟着你们回去一段时间。世子，夫人那边请了华神医过去，他都让华神医做了些什么？夫人请华神医给身边的一个老嬷嬷看了病，说那老嬷嬷的精神有一些失常，如果属下没有记错的话，那个老嬷嬷就是当初在侯府门口闹事的老嬷嬷。我知道了，你回去吧，继续盯着，顺便把墨竹给我叫起来。转眼之间，那黑影就再一次消失在了韩燕白的书房里。墨竹从外面推门进来。世子，您有什么吩咐？之前让你调查的那位在侯府门口闹事的老人家的身世，调查的怎么样了？世子，我们的人只能够调查到那位老人家是从南边逃荒过来的，更详细的信息就调查不到。世子，这说不定就是外面过来逃难的灾民，你怎么这么在乎一个无足轻重的人？无足轻重吗？自从娄七七嫁给自己后，
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好像很有道理。娄七七是不会对一个普通的灾民这么留意的，甚至为了刘嬷嬷还请了华神医，这实在是有一些可疑。这件事情继续调查，就算是掘地3尺，也要调查到和他有关系的人，哪怕是一点点的关系也要摸出来。去通知一声夫人，我们明日准备启程回京。就在这个空档的时间，世子，不好了！站在那里，庄子上的管家就是这样教给你规矩的。小的知罪，刚刚宫里传来消息，侯爷突然摔了一跤，情况严重，至今昏迷不醒，还请世子快回京。韩彦白坐不住了，他猛地站了起来。你再把刚才的话说一遍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韩彦白总是觉得这事里面透着蹊跷，他只好快马加鞭回到了京城。墨竹刚刚从娄七七的院子回来，就听到小厮说的禀报。晚上，夫人，您可是有什么烦心事吗？不如说给春桃听听，说不定春桃能替您排忧解难呢。我不能在这里继续待下去了，又要回京城了。春桃，你去收拾东西吧，明天我们就回去，顺便让人通知华神医一声，明日让他跟着我们一起回侯府。墨竹，你可知咱们这庄子上进了贼人在哪里？是在华神医的院子。刚刚我去通知华神医明日跟我们一起回去，却发现华神医已经不在了。不用担心，没事，华神医是跟着世子一起走的。今日下午，世子得知了侯爷摔伤的消息，就直接带着华神医回去了。这事你们不用担心，你回去通知夫人，我们明日准时出发。夫人，你要是喜欢庄子上的日子，以后世子有时间可以让世子常陪着你来的，我想世子肯定不会拒绝的。今天赶车的时候仔细些。夫人您放心吧，有我赶车，绝对不会有问题，您坐稳了就行。马车晃晃悠悠地往京城的方向赶着。清凉山的地势险要，是围在京城外面的一座大山。这个时候，马车不紧不慢地往京城的方向赶。然而就在这时，马车外突然传来了砰的一声，好像是有什么降落。一下子娄七七就在自己的梦中惊醒了，惊恐地坐直了身子。夫人您小心！拦住他们去路的是一群山匪，他们一个个长得身强体壮，身子魁梧彪悍。墨竹一边应付那几个人，一边出声骂道：你们这些狗贼，你们可知道这是谁家的马车？这时候春桃的脸色已经变得极其难看，她护在娄七七的身前，一副势必要保护娄七七的姿态。夫人，你别往外面看了，外面这个时候危险。夫人，你一定不会有事的。系统，你快出现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回宿主，拦车的人是清凉山上的山匪，带头的是刘大山。听到这个名字，娄七七觉得有一些熟悉。刘大山是本书的反派之一。娄七七猛地想起来了，没错，这个刘大山就是这本书的大反派之一，曾经是清凉山上的山匪头子，后来带着清凉山上的一众山匪投靠了九王爷，这也是九王爷当初能够造反的原因。春桃，你在马车里好好待着，不要动，哪里也不要去，这是命令。从马车里走了出来，就看到墨竹正在以一敌四，看着底下打斗的一片人，全部都给我住手！这些人竟不由自主的全部都停下了动作。夫人怎么出来了呢？要是出了什么事儿，我怎么和世子交代呀？你就是刘大山，我和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拦住我们的马车？那为首的人听见娄七七叫出了自己的名字。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还有，我们这些人是山匪，想要打劫你，难道还需要理由吗？哼，没有想到你们这些江湖人士竟然也是满口谎言，我就不信你们打劫我是临时起意。说吧，到底是谁让你们这么做的？你们到底有什么目的？听到娄七七的话，刘大山的眼神里闪过一抹惊慌。他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老子的目的就是抬个压寨夫人回去。我看你长得模样不错，兄弟们，给我上！墨竹怎么也没想到会是这样一副模样，当下就有一些慌神了，只能拼命地应对着这些山匪。系统，速速出来救命啊！系统，你能不能不要在关键时刻给我装死啊？宿主，我在。这些山匪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们好端端的，为什么会突然盯上我了？他总觉得这件事情有些蹊跷。宿主，这并不在我的感知范围内。娄七七恨不得开口骂人，这个时候已经完全来不及了。
因为一把刀已经架在了他的脖子上。你到底要做什么？你们不是想要一个压寨夫人吗？那我跟你们回去，但是我有一个要求，你必须现在让你的这些小弟们停手，放这些无辜的人离开。你的目标不就是我吗？伤害那些人对你有没有好处？刘大山突然笑出了声，刘大山突然收回了自己手里的长刀，大喝一声：兄弟们，任务完成，带人离开！那群山匪们立马就停下了手上的动作，一窝蜂的冲到了山上去。娄七七2、3下就被几个山匪给捆住了手脚，抬着也上了山。夫人，你们放开我们家夫人！墨竹的脸色也是很难看，要是让世子知道了他们竟然把夫人给弄丢了，那他们就真的只有死路一条。自己则是骑上马，快速的朝着京城奔了过去。知道现如今侯府是个什么情况，侯爷的身体怎么样了？墨竹火急火燎的赶回到侯府。世子，大事不好了，夫人出事了。韩彦白猛地在书案上抬起头，眸子里的神色一瞬间变得格外犀利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墨竹如实的禀报了他们在路上所遇到的事情。我们的人手太少，一时不敌，那些人已经把夫人给带走了。世子，眼下怎么办？抓走娄七七的是什么人？那些人全部都是山匪的打扮，在抓走了夫人后就直接去了清凉山。韩彦白知道在清凉山一带一直都有一对山匪。对了，我听夫人管那个山匪叫刘大山，那好像就是他们大当家的。韩彦白的眉头皱得更深了，娄七七是怎么认识这些人的？去，现在立刻马上去组织人马，我要带人亲自上清凉山。此时此刻的太子府里，柳廷彦正悠闲地喝着茶，旁边的丫鬟给他扇着扇子。太子妃，您让我做的事情我都已经办成了，想必这个时候娄七七已经失去了清白，就算娄七七重新回到侯府，也会成为京城彻彻底底的笑话。这件事你做得不错，一会儿去库房自己领一些赏赐。等娄七七的丑闻传遍京城以后，本宫自然还会赏赐你。再说清凉山上，娄七七被一众山匪捆绑着。来人啊，把人给我押下去！喂，你不是把我抬回来当压寨夫人的吗？我吐得这么难受，你没看见吗？能不能让你的人去给我弄一些吃的？去弄一些吃的来。大当家的，你真听这女人的话？那边的人不是说了吗？咱们将这女人弄到手以后，是杀是剐都随我们的便。您这是……哼，谁是这个大当家的？我想要怎么做，难道还需要和你请示？让你去干什么就赶紧去。看来真的是有人指使刘大山这样做的，因为娄七七并不记得原书中有这样的一段。不过娄七七依旧记得，其实刘大山并不是大奸大恶之人，后来投靠了九王爷，也是因为被九王爷利用了。刘大山曾经有一个心爱的女子，两人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。原本刘大山就准备和这青梅竹马的女子成亲了，却没想到后来那姑娘一家落寞，刘大山的那个青梅竹马被一个官宦人家给买走了，听说后来又被卖到了青楼，身世格外的坎坷。刘大山也是因为那个姑娘，而九王爷也是因为这一点死死地拿捏住了刘大山，让刘大山为他卖命。娄七七细心地在心里面想着，如果我要是能在九王爷之前找到刘大山的青梅竹马，是不是就有机会拉拢刘大山了？那样就相当于断了九王爷的一条胳膊呀！哎，你既然把我抬上了山，是不是就应该对我负责？你是不是没有看清现在的处境啊？你现在是被我绑下来的，是死是活，全部都凭我一句话。我知道你并不是坏人，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？他那个眼神就仿佛像是在看妖怪一样。我都已经把你绑到这山上来了，难道你就不害怕自己活不过今晚吗？哎呀，那又怎么样呢？难不成明明知道自己今天晚上就要死了，就剩这么一点时间，还要悲伤度过吗？既然知道自己要死，那我自然是能享受一刻就享受一刻。自己要死，那我自然是能享受一刻就享受一刻。如果要是有幸能够活下来，那我就更没有必要害怕了。那你今晚就老老实实在这里待着吧，没有我的允许，哪里也不许去。你放心吧，我不走，我还要等韩彦白来救我呢。就在刘大山转身的时候，他的腰间
突然掉下来一枚香囊。娄七七顺着视线看过去，然后就看见刘大山格外紧张的迅速将那香囊给捡了起来。天色渐渐暗了下来，刘大山的荷包为什么会看上去那么眼熟？也不知道现在韩叶白知不知道我被绑架了，打不打算过来救我？破木门被人推开了，有一个山匪在外面走了进来。那山匪长着一双倒三角眼，一看就不像什么好人。他将手里端着的吃食扔在了娄七七跟前。吃吧，这就是你今天晚上的饭。宿主，这饭菜里有毒。娄七七的脸色瞬间就变了。是谁让你过来送饭的？是你们大当家的让你这么做的？你怎么那么多废话？现在快吃，这饭你要是不吃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你把我双手双脚都绑着，我怎么吃啊？你怎么也得给我松绑呀！解开了绑着娄七七手的绳子。怎么还不吃？难不成要让老子喂你？刘大山知道你这么做吗？到底是谁命令你杀了我的？没错，就是我们大当家的让我这么做的。所以今天这饭你吃也得吃，不吃也得吃。系统，我现在需要一包蒙汗药。这个人还不能死。娄七七想知道他到底是为谁卖命。娄七七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后，系统瞬间就给出了反应。有一包蒙汗药出现在了娄七七的掌心里，他毫不犹豫，在山匪准备过来抓住自己头时，屏住呼吸，瞬间将那包蒙汗药朝那人甩了过去。那包蒙汗药全部都洒在了那人的脸上。那人摔倒在地上。你这是想要干什么？竟然还想要逃？大哥，你误会了，我并不是要逃跑，是刚才那人给我解开了绳子，但是他想要毒死我。你能不能帮我把你们大当家的叫过来？你们大当家的应该没有下命令要杀了我吧？那个人图谋不轨，而且我听他说好像在为别人卖命，这事儿你们大当家的知道不知道？刘二不相信娄七七，但是他朝着房间里看了一眼，就见刚刚给娄七七送饭的人这个时候已经倒在地上。你老老实实给我在这里待着，哪里也不许去。大哥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跑的。很快，刘大山被叫过来了。听说你找我。刘大山，我应该跟你无冤无仇吧？为什么你要让你的手下给我下毒，害死我？因为他从来没有下过这样的命令。他犀利的目光朝着躺在地上的人看了过去。那个人叫王三儿，是他前段时间刚刚收的一个小弟。你怎么知道他想要害你？因为我今天晚上没什么胃口，不想吃饭，他却强逼着我要让我将这些饭全部吃下去。你说这饭要不是有问题，他为什么要这样逼迫我？刘大山，你是真的想要了我的命？说实话，从头到尾刘大山都没有想过要娄七七的命。他接到这个任务是让他绑架娄七七，那人并没有和刘大山直接见面，而是让刘大山绑架娄七七，说绑架了娄七七以后就可以直接敲诈一笔银两。最近这段时间，刘大山手下的兄弟逐渐的增加，他正是缺钱的时候，所以并没有拒绝。可从头到尾他都没有想过要了娄七七的命。去找山上的老大夫看看，这里面有没有毒？大当家的，没错，这饭里面掺的砒霜，而且还是大量的砒霜。听听，这些人是真的没有想让他活呀。既然你们这么想要我的命，那现在就直接杀了我好了。我有一些好奇，你是怎么把那个人给弄晕的？我身上随身携带的蒙汗药，这种药效格外的强，刚才在紧急关头就直接对着那个人撒了出去，所以他就晕了。见娄七七这样坦诚，从头到尾我都没有想过要你的命，刚才的事只是意外。我想你的人已经回去了，我只想要一笔银子，到时候自然会放了你。那大当家的，难道你不想知道这个人是受谁指使的吗？非常明显，这个人很有可能是个叛徒。叛徒这两个字让刘大山听了以后格外不爽，他直接走到王三跟前，一脚丫子踹在了王三的胳膊上，愣是被疼醒了。在看到刘大山时，脸上出现了一瞬间的慌乱，猛地站了起来。大当家的，你怎么过来了？我倒是想要问问你，让你送饭，你怎么还差点把自己送走了？是这个女人想要逃跑，是她把我弄晕了。哼，我为什么要把你弄晕？你怎么不解释解释？当然是你想逃跑，不然还能是为了什么？大当家的，你一定要好好的治治这个女人，我好心给她解开绳子，让她吃饭，她竟然把我给弄晕了。刘大山阴沉着一张脸，一言不发。既然这饭她没有吃，那你就替她吃了吧。扑通一声，王三跪倒在地上，一个劲儿的开始给刘大山磕头。
大当家的，我错了，我不该鬼迷心窍。娄七七一言不发，就安静地坐在不远处看着这一幕。刘大山果真是有一些手段的，不然也不可能当上这大当家的。他倒想要看看刘大山到底会不会对自己的这个兄弟下得去手。你做错什么了？需要我的原谅？是有个人给了我一笔银子，说让我把这个女人给杀了，只要是这件事办成后，后面还会给我一笔银子的。这是什么时候的事？是在大当家接到任务以后，就有人找上了。娄七七这个时候已经走到了王三的跟前，他居高临下的看着跪在地上的王三。那你说说，是谁让你这么做的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。可你的表情可不像是不知道的样子啊。我真的不知道。你要是不想说也可以，正好前2天我在华神医那里得到了一包养阴粉，这种药粉要是撒在人的身上，就会让人奇痒无比，最后全身溃烂而死。我还没有试验过。你说我在你身上试试怎么样？大当家的，我这么做你应该会支持的吧？你随便。跪在地上的王三听到这话，脸色瞬间变得苍白。大当家的，你绝对不能任由这个女人乱来呀！大当家的，我已经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说，到底是谁派你来的？刘大山，你还真把自己当大当家的了。实际上我根本就没有想要投奔你，你管我是替谁做事，你就算是打死我，我也不会招的。他缓缓上前，打开了那包药粉，直接围着王三的脖子就撒了一圈，嘴角带着坏笑。既然你这么不怕，那咱们就来玩一玩好了。大当家的，你能不能把这个人的下巴给卸掉？不一会儿的功夫，王三就已经痒得面红耳赤了。大当家的，你现在可以放开他了。就算是放开他，他现在也已经跑不掉了。娄七七全神贯注地盯着已经在地上打滚的王三。现在你还不愿意说吗？你要是愿意说，我就可以给你解药。王三一开始还在拼命地坚持，可是到最后，他的脖子不单单奇痒无比，还开始变得格外的疼，因为脖子已经给他抓烂了，他的手上满是鲜血。王三觉得，如果再不停止的话，他最后可能会死在自己的手里，这样死法实在是太屈辱、太狼狈了。他跪爬到娄七七的跟前，抓住娄七七的衣摆。我说，侯弟，还给我解药。你只有回答了我的问题，我才能给你解药。你先回答，是谁指使你让你杀了我的？或者你可以说，你真正的主人是谁？是九王爷。听到这回答，娄七七瞬间就紧紧地皱起了眉。怎么可能会是九王爷呢？自己和九王爷无冤无仇，九王爷为什么要一心杀了自己？你没有说实话，不说实话，我是不会给你解药的。王三的脸色一瞬间变得格外扭曲。一切都是太子妃的安排，我之前就是太子妃的人，是太子妃想要了你的命，现在你可以放我了吧？让我去打劫你的任务，也是太子妃的人联系的我。我都已经说了，从一开始我就没有想过要你的命。现在是不是可以给我解药了？我快不行了，快点给我解药吧。我的确可以放你一马，但是你们大当家的会不会原谅你这个叛徒，就不是我能决定的了。来人！立马就有几个小弟从外面冲进来，把他给我打晕了，拖下去，双手双脚全部都给我捆起来。明天他要当着所有弟兄的面亲自斩首这个叛徒。王三意识到自己死到临头了，开始拼命的恳求，可是娄七七并不打算救他。就这样，王三直接被几个人给拖了下去。这段时间你最好老老实实的待在这个房间里，我可以保证没有其他人敢再伤害你。但如果你执意的离开，那就不一定。等什么时候有人拿银子过来赎你了，你再走吧。刘大山，我想问问你，腰间的那个香囊是谁送给你的？不该你问的就不要问。房间的木门再次被关上，娄七七悄无声息地走到床边坐下。刘大山的那个香囊，我到底在哪里见过呢？就这样想着想着，娄七七突然听见门外传来响声。宿主，
有人来了。有人来了，难不成是太子妃还留有后手？第一波的人没把我毒死，接下来还有第二波，我可不想死在柳廷燕手里。他站起身，再次在系统里面兑换了一包蒙汗药，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靠近了门边。透过一条门缝，他看到了一身黑衣的男子正朝着这边靠近，果真又来人了。韩彦白在得知娄七七被绑架后，整个人的心都慌了。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慌乱过。他一步一步悄无声息地靠近，想趁机直接将娄七七带走。韩彦白走进来后，一把抓住了娄七七的手腕，眼神犀利地朝着他看过去。等看到朝自己撒药的人是娄七七时，他眼底划过一抹惊艳。这个时候，娄七七也看清楚了来人居然是韩彦白。他眼底划过一抹惊喜，拉着韩彦白悄悄地走进了屋里。你怎么一个人上来的？你没有带其他人来救我吗？拜托呀，大哥，这里可是土匪窝，你一个人单枪匹马的，你是孙悟空吗？韩彦白自动忽略了娄七七心里面吐槽的那些乱七八糟的话。你怎么样？有没有受伤？没有，这里的大当家刘大山把我绑架到这里来，并不是为了把我杀了，就是为了和你勒索赎金。哎，银子你有没有带够啊？既然没事，那我们现在就走。哎，我不走，你也不能走。这个时候要是走了，岂不就和刘大山撕破脸了？不能和刘大山撕破脸，不然刘大山以后就会成为敌人。娄七七，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？我们现在还不能走。刘大山带领着一众土匪占领了清凉山的山头，就说明他还是非常聪明、有勇有谋的。这样的人留在清凉山上也会是隐患。韩彦白，你难道就没有想过直接把他给拉拢过来吗？韩彦白原本阴沉的面色一点点的冷静下来，没想到娄七七竟然会想到这么多。这件事情我会考虑的，但却绝对不是现在。你现在立刻马上跟我回去。韩彦白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刘大山曾经的那个青梅竹马是谁了。你还记不记得九王爷身边的那个小妾？怪不得书里面最后刘大山和九王爷合伙了，原来关键在这里。韩彦白一边皱着眉头听娄七七所说的话，一边琢磨着娄七七的心里话又是什么意思。不记得了。刘大山和九王爷的小妾有什么关系？这当然有关系了。九王爷果真是好心机呀，居然把刘大山的小妾绑在自己身边，让刘大山为他卖命。世子，你还记不记得九王爷的妾是玉梅，她很是擅长绣技。今天我在刘大山身上看到了一个香囊，那香囊上面绣着一只红色的腊梅，不管是绣工还是技巧，都和玉梅的针法很像。韩彦白好像明白了什么，他心里一阵又一阵的惊涛骇浪翻过，没想到九王爷竟然有如此深厚的算计。那你现在想要做什么？我要帮刘大山。只要是帮刘大山和玉梅两人重新在一起，那九王爷就没有了威胁刘大山的筹码。韩彦白，你会支持我的吧？我支持你，但这件事情必须要从长计议。你现在立刻马上和我离开。韩彦白直接将人拦腰抱起，准备大步离开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外面突然亮起了大片的火把。既然来了，再想走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。你就是清凉山的大当家的？没错，我就是清凉山的大当家刘大山。你这是想要带着我的压寨夫人去哪里？压寨夫人这几个字瞬间就刺激到韩彦白了，他一双深邃的眸子目光变得犀利阴鸷。压寨夫人？我韩彦白的夫人什么时候成了你的压寨夫人了？原来是韩世子啊！我听闻韩世子和夫人感情不和，韩世子又何必来我这里装模作样啊？我已经派手下的人通知你了，只要是银子到位，你就可以带走他。可现在韩世子分文未带，就准备在我刘大山的山头上抢人，这是不是太过分了？你要的银子我已经带来了，我可以给你。现在我是不是可以把人带走了？韩世子说你把钱带来了，总要让我看到那些银子我才能放人吧？我韩彦白一言既出驷马难追，既然说了会给你银子，钱到时候自然会到你手上。可如果你敢把我惹急了，敢伤到娄七七一分一毫，我不但可以确保你拿不到一分钱，还可以让你整个清凉山全部都成为平地。韩世子不会以为我刘大山是被吓大的吧？既然我有本事能够当上这清凉山的大当家的，
就不害怕那些官兵。官兵们来一队我杀一队，来一双我杀一双，只要他们敢来，我就敢让他们不能活着回去。你先放我和楼七七离开，稍后我会让人把银子送到。你不用担心我说话不算数，我将我的玉牌压在你这里。说完，韩彦白直接扯下了一直挂在自己腰间的玉牌，扔给了刘大山。这玉牌代表着他的身份。你的目的是要钱，而我的目的是楼七七。拿着这枚玉佩，你便随时可以来侯府要钱。刘大山顺手接过了韩彦白扔过来的玉牌，脸上的神色多了一抹异样。他将那枚玉牌拿在手里，细细地端详了一番，随后这才抬抬手，示意身后的那些小弟全部都退下。二当家的见状，神色有些不解，虎头虎脑地开口问刘大山：大当家的，我们就这样放他走了吗？我们银子还没有到手呢。刘大山将韩彦白扔过来的那枚玉佩在手里掂了掂，唇角勾起笑来：哼，放他们走吧。只要有这枚玉牌在手，他难道还怕拿不到银子吗？只是在走到刘大山身边时，韩彦白突然停顿住脚步，利用内力，用只有2个人能听到的声音小声地和他说：2日后来侯府，我会给你银子。同样，我这里有一个你感兴趣的消息。韩彦白也没有解释太多，就直接抱着楼七七下山了。此时的山脚下，墨竹带着一队人马正焦急地等待着。墨竹大哥，你看那边是不是有人啊？世子，你们回来了。夫人怎么样？夫人这是怎么了？韩彦白直接抱着楼七七去了他的房间，动作轻缓地将人放在了床榻上。夫人没事，你们2个都回去休息吧。今天晚上我在这里照顾她。等到所有人都离开，男人深邃的目光一直落在楼七七那张恬静的小脸上，思绪已经飘远。楼七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他好像总是给自己一些惊喜。我不是在清凉山上吗？什么时候回来的？难不成这是我做的一场梦？可是为什么脖子这么疼啊？哎呀！楼七七的心理活动吵醒了正在闭目养神的韩彦白。醒了，要不要吃些东西？他猛地朝着声音的方向看过去，就见韩彦白单手撑着头坐在不远处的桌子旁。我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你带我回来的吗？那刘大山呢？你没有和刘大山合作吗？先喝点水。昨天晚上的确是我把你带回来的，刘大山同意的。至于你说的和刘大山的合作，后日你便会知晓。看着男人那一副疲惫的模样，韩彦白，我昨天被那些山贼绑架，你是不是很担心我啊？没错，我的确挺担心你的。我怕侯府的世子夫人被绑架到土匪窝里，这件事情传出去不好听。楼七七还没来得及开心呢，就听见韩彦白后面补充的这句话，他板起了脸，生气道：我知道，我这里不需要你了，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。韩彦白凉凉地看了楼七七一眼，虽然很不满楼七七所说的这些话，但他并没有再多说什么。只是韩彦白的脚步走到门口，却又突然顿住。他回过头来，突然开口问：你觉得昨天这场绑架是意外还是人为？楼七七猛地朝着韩彦白看了过来。难不成韩彦白调查到了什么？我为什么突然这么问？你觉得呢？我就是因为不知道，所以才问问你的。就算我说这件事是人为的，你会信吗？我说是柳廷燕故意找人绑架我的，还找人想杀了我，说了你也不会信。算了，这个仇还是我自己报的。在心里吐槽的一番，楼七七耸了耸肩膀，摊手道：我也不知道，你想知道的话就自己去查吧。他的这些话一字不落的全部落在了韩彦白的耳朵里，韩彦白的脸色越发难看。又是柳廷燕。虽然前几次伤害楼七七的事情，韩彦白并没有调查出实质的证据，但最后种种迹象还是指向了柳廷燕。难不成真的像楼七七所说，这一切都是柳廷燕做的吗？韩彦白的眸光冷了下来，他没有说什么，推门转身离开。韩彦白离开后，直接去了书房，将自己身边的暗卫还有墨竹全部都叫了进来。他一一的吩咐下去，让这些人分别去调查玉梅的身份。当然，
还有玉梅和刘大山的关系，还有最近这段时间柳廷艳做过什么。韩彦白这边的事情还没有调查出一个结果，就突然接到了太子府上的拜帖。拜帖是柳廷艳身边的小丫鬟送来的，邀请世子夫人，也就是娄七七前去参加赏花宴。韩彦白拿着拜帖就命墨竹给娄七七送了过去。如果夫人要是不愿意去的话，就可以直接称病，这样的赏花宴不去也可。那到时我派人跟着你。哦，随你。韩彦白的目光渐渐地落在了娄七七面前摆着的小吃盘上，上面有些他不认识的吃食，但是看上去味道不错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新研制的小吃食，炸鸡和薯片。对了，正好你来了，我有正事想和你说。我想在京城单独开一家店，卖这些吃食，你能不能帮我找几家合适的店铺啊？你想要出去开店铺？对啊，这种吃食在京城还没有，我要是在京城开了这样一家店铺，肯定能够大赚一笔。这种吃食你想吃自己做做就可以了，开店就不要想了。他一拍桌子站了起来。为什么？我为什么不能开店？你怕是忘了自己的身份，你是侯府的世子夫人，侯府还没有沦落到让世子夫人出去做生意挣钱的地步。可是这是我喜欢做的事情，我想要去开店。你要是不愿意帮我，那我就自己找店铺好了。他还想开火锅店，想开大酒楼呢，但是说不准哪一天就和韩彦白和离了。不管是现代还是现在，女人都要靠自己。韩彦白的脸色越发的阴沉，他目光紧紧地盯着娄七七。非要开店吗？没错，我有很多事情想要做，开炸鸡店也只不过是第一件而已。如果你要是没办法忍受，现在就可以写下和离书。顿时整个院子里的空气都变得格外的冷，一双冰冷的眸子紧紧地锁着娄七七。可从头到尾，娄七七脸上的表情都没有发生任何变化，依旧倔强地回瞪着韩彦白。娄七七，你真是好样的。说完，韩彦白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看着韩彦白离开的身影，娄七七毫不在乎，转眼间就到了去参加柳廷艳举办的赏花宴的日子。夫人，外面有一个叫碧春的丫鬟，说是世子让她来的。娄七七这才想起来，前2天韩彦白说过，去参加柳廷艳的赏花宴时会派人跟着他，他还真的是不放心自己的白月光啊。哼，那一会儿就让他跟着吧。门口已经备好了马车，此时的太子府，柳廷艳正坐在梳妆镜前，由丫鬟兰芝打理着秀发。太子妃您别气了，今天娄七七一定会来参加赏花宴的，到时候要想怎样，还不都全凭太子妃您安排吗？你去看看外面的赏花宴准备的怎么样了，还有我之前交代给你的事情，看看都准备好了没有。这边侯府的马车也已经晃晃悠悠地来到了太子府。夫人，我们到了。这时太子府上也已经有其他的夫人来了。娄七七端着那副大家闺秀的样子，迈着碎步朝着里面走了进去。娄七七刚刚走进宴会厅，迎面就对上了南阳公主。哎呦，这不是娄七七吗？听说你前几天被土匪给掳走了，我还以为你不能活着回来了呢。什么？被土匪掳走了？竟然还有这样的事？娄七七，不如你和我们说说，被那些土匪们掳走，他们都对你做了什么？我可听说那些土匪们最喜欢打劫女人去做压寨夫人了。天哪，娄七七，你该不会也做了压寨夫人吧？这一句又一句的，无异于是在破坏娄七七的名声。这件事情要是传出去，被京城的其他人知道，破坏的不单单是娄七七的名声，还有韩彦白以至侯府甚至国公府的名声。你们怎么知道这事的？是谁和你们胡说八道的？你不用管是谁和我说的，你只需要说这件事是不是真的。南阳公主，你还真是天真烂漫，别人说什么你就信什么。我怎么没听说我被土匪掳走？我只是前段时间去郊外的庄子上游玩了几日，怎么在你们嘴里就变了味儿了？你说是你们这些大家闺秀吃饱了撑的，还是你们心思歹毒，恶意猜测别人？娄七七，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